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调整好情绪，不然我不会同意你作为副驾驶和我一起飞下午的航班。看样子，江部长没有选择北疆。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水。好，谢谢。乘务长，杨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北疆还来得及。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顾部长又不是旅客，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乘务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一成，接下来的时间由你负责通讯。哦，好。顾部长，不好意思。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海里就到了，继续申请飞最后一个航路点，争取尽快到达。另外，向新加坡机场申请救护车，以防万一。好。Singapore Control, Blue Air 805. The passenger is feeling unwell. Request priority landing under the medical assistance. 设备处于关机状态或飞行模式，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will be landing.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先生， Thank you.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先帮您调一下座椅靠背。好。
老先生，马上要落地了，机长说已经为您联系好了救护车和医生，您放心。谢谢。不客气。Blue Air 805,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gate Charlie 26, which is the closest to you, and the ambulance is ready now. Copy that,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Charlie 26, Blue Air 805.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到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机舱外的地面温度为27摄氏度，80华氏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ingapore.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is 27 degrees centigrade, 80 degrees Fahrenheit.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Luzhou Airlin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you on board again.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签约，时间充裕的。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先生，先生，先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颈部脉搏都消失，意识消失，失去意识，抬到前服务舱。慢点，来，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小心，小心。来，去，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吐着药，来，慢点，行，好，慢点。好，拿下。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旅客，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好。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下机，请在座位上休息等候。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做好，谢谢大家，谢谢了。什么？医生，你在这儿守着，出去看看。小亮，你怎么了，孩子？小亮，你醒醒啊！小亮，你别吓我呀！你醒醒！小亮，你醒醒啊！小亮，在这边。What do you have?
We will be doing CPR for 10 minutes. I'm taking over now. Okay. Come on. Don't breathe. 不要。他说的啥？我儿子走了。One, two, three. 小亮，小亮，他坚持住，小亮，小亮。刚刚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再叫他就。 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的，会有希望的，对吧？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哦，等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的。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好。哎呀，梁总，哎好，冯总，你好，辛苦了。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到。辛苦辛苦。哎，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梁总久仰 ，Welcome。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您好，梁总，欢迎。这是机务维修部部长李战，你好，梁总。你好。 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是，很顺利。顺利就好，请坐。请。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好的。 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
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口气。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到，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对不起，叔叔。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妈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陪我！老先生，冷静点，不是他的错。老先生，冷静点。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机长，是，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你陪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了。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我明白了，你放心吧。姐夫，我给你打包了点吃的，吃点东西吧。放这儿吧。先回房间吧，我想早点休息。姐夫，身体健康重要啊！你说，你这不吃不喝的，我姐要知道又得着急，回头还得数落我。你就吃一口垫一垫吧。哦，明天返程的航班按原计划，机长是顾南亭。其实，好，那我回去休息了。姐夫，你也早休息。嗯。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10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杆，最后飞机失速。这不怪你。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调整好情绪，不然我不会同意你作为副驾驶和我一起飞下午的航班。
对不起，徐总。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很难过和遗憾。公司已经派专人去新加坡了，去配合家属处理善后，将逝者的遗体运回国内，叶落归根。我请求公司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江部长，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哎，江部长，有位庄律师想来拜访您。哦，好。江部长说他今天事情很忙，十分抱歉。是805航班的事。哦，稍等。江部长，庄律师说事情很重要，跟8登5航班有关。哦，好的好的，明白。江部长的办公室在8楼。请进。江部长。庄律师，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是代表我的当事人来跟您交涉一下。我的当事人不用介绍了啊。请坐。江部长，这份是我们委托新加坡当地的医院对郭晓亮先生出具的验尸报告和专业的医学判定，您先看一下。郭先生死于心源性猝死，这种突发疾病是要和时间赛跑的。如果您当时选择备降在附近的机场，那郭先生送医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哪怕就是10几20分钟，那他也有获救的机会。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啊。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老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老先生，对于您儿子的不幸，我深表同情。后续您还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公司仍然会尽力而为，还请您节哀顺变。江部长，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事儿完全不用弄到最后要对簿公堂的地步，这对您和您的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啊，我还听说最近您正在竞选陆航的副总，如果因为这件事耽误您的仕途，那有点得不偿失了。真难为你了，把我的事情查得这么清楚。你们有诉求，不该来找我，该去跟公司的法务部门联系。很抱歉，我马上还有个会，请吧。
没想到江部长这么不近人情哈，那我们也没办法讲什么人情了。江部长，法庭见。这官司我们能不能赢啊？依我看啊，胜诉的几率非常大。您儿子是在飞机上过世的，这是铁打的事实。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拜托你了，庄律师。你放心吧，我会以您个人的名义，在网上发布一个声明，寻求一些舆论支持。行。咱们去那儿拍个视频。好。南亭，你看一下这个。大家伙给评评理啊！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检发，对，您看到了吗？什么？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机长他不去备降，他不给我儿子活命啊！大家伙，你们给评评理，给评评理呀！检发，你看这点击量都10几万了，这怎么办啊？太可笑了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是想讹一笔啊！这太滑稽了。大家伙给评评理呀！我儿子在陆航飞机上猝死。这儿。视频看了没有？我刚落地我就看见朋友圈有人转了。你说是郭老，怎么还会发短视频呢？肯定是那个律师支的招啊！今天我签到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律师带着老人家去找江部长了。现在老人家肯定都认准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去备降，才错过了他儿子的最佳抢救时机。你当时到底能不能备降？至少我联络管制的时候，对方没有拒绝我们，只是让我们稍等。所以，赛贡可以备降的话，那这江部长是不是就麻烦了？我得给老谭打个电话，让他们公关部处理一下。哎，姐夫，您先看看这评论，好多貌似专业人士在这边进行评论。乘客一旦发病，机组人员第一时间必须备降，好多这样的言论。哪来那么多专业人士？一群喷子，不懂装懂的一群冒牌货。姐夫，要不这事咱澄清一下吧？当时乘客在飞机上的状况是稳定的。再说你加速直飞的决定，这也合规合理，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技术明显优于赛贡。江部长选择直飞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没有违反规定。如果你是当时的机长的话，你会不会备降啊？当然。郭老的律师肯定懂这些，干嘛还要在网上折腾啊？当然是为了制造舆论啦。负面影响越大，咱们陆航的压力就越大。到时候也许为了息事宁人，就得格外掏钱，懂不懂啊你？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我觉得老人家要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一个他可能得不到的道歉吧。哪位啊？江部长您好，我是安监部的贾琪。因为目前网上出现一些质疑，公司决定成立临时调查组，在下周一重新复盘事件，请您和当天的机组成员协调一下时间出席。哦，行，没问题，应该的。怎么了，这个？江部长找我谈话，我先走了。你刚落地啊？啊。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你。那我先走了。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嗯，我看了。哎，这不加点糖还是奶啊？哦，不用。好，谢谢。小程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嗯。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塞贡机场这一段，你就不要提了，好吧？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塞贡可以备降的事情？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如果把塞贡机场备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
这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